不就是推车吗？干！摄影师都回家了。走。长麦郎的滑板鞋一样，均是双后轮腾空。哎呦我靠！哇！哎呦我！咱就给绅士们啊加一段床戏，腿架这么高，能舒服吗？你们说？我不去儒家，我去拳击。兄弟们，新一期横评又开始了，我是老吴，我是吕成。2024年最后一期节目是楚少主持的15万级混动 SUV 横评，那叫一个群雄逐送啊！但对于手握10到15万预算却不想闻汽油味的兄弟们，那今天准备的这场纯电 SUV 局便可以称之为大战银河了。为什么 C 位要给到银河 E5呢？首先，发布会上人家就样样第一，极致的电耗成为标杆，电驱重量最体积最，性能最强，效率最高，同级第一，智能座舱达到同级第一，能耗同级第一，安全标准同级第一，而且月销量能超另外哥几个的总和。没有比亚迪的赛场上，难道你银河真要拳打脚踢？那另外几位有什么踢馆绝活呢？我们先看埃卡维尔3，颜值，既怕兄弟过得苦，又怕兄弟开路虎，那您可以给兄弟推荐它。如果说硬上100万的大 G 还有点压力，那咱不妨试10万左右年轻人的小 G 吧。况且车评人老师啊，对他也是不吝赞美之词。我受不了了，雷军没造出的红米汽车让他给造了，高速续航达成率99%。二位老师拙劣模仿，没有恶意啊，见谅见谅。下一位，黄子韬送车的主角宝骏云海，15万以内就能给到城区高阶智驾，表现惊讶还是拉胯呢？它能不能像 DeepSeek 一样，用低成本给行业一些小小的震动？后两位名爵 ES5 和艾昂威霸王龙，一个是后驱5连杆50:50轴荷比，但月销几百没什么人理；一个是大空间大沙发，车里边能躺美女，人家月销几千笑嘻嘻。难道操控取向的车就真干不过移动的家了？那场面够不够热闹，会是怎么样的结果呢？那咱们赶紧上钩。这一期的高速续航啊，各位编辑老师比较兴奋，因为这可能是横评里最快结束的续航测试。一来呢，测试时北京正值数9隆冬的日子，低温加高速啊，本就是电动车的软肋，这一下来了个两肋插刀。二来呢，这几位兄弟 CLTC 标称就只在500-600公里，然后还都是 SUV 车型，尤其还有埃卡维尔3这种方盒子车型，可以说是屋漏偏逢连阴雨，留几手要和杨紫做情侣。可以想象的结局不会太理想啊，达成率能不能上5折啊，都是个难题。另外呢，再和兄弟们说明一下，我们选车的标准啊是15万以内，尽量续航长，配置高。但艾昂威霸王龙有点特殊啊，它在同价位有520至尊版和650智豪版可选择，一个呢是配置高一些，一个续航长一些。后来我们寻找车源的时候啊，我们找到的520至尊版档期和执行时间比较吻合，所以续航测试中啊，咱可以更侧重关注它的电耗和达成率。路线上呢，我们依旧是从京昆高速韩村河服务区满电直接上高速，在市中位置折返。车辆设置呢，空调24度自动，驾驶模式和动能回收啊均选择舒适或者标准或者中间级别。测试当天呢，气温零下5到2摄氏度，过程中呢尽量保持120左右的开，可以把平均车速做到110公里每小时左右。我们把各车的官标 CLTC 续航都给您列这儿了，兄弟们猜谁先提裤子完事儿？3、2、1，答案是埃卡尔 VR3啊！猜对的朋友请扣个1，那没扣的兄弟们，难道你们在期待奇迹吗？它标称续航最低501公里，全场整备质量最高，又是唯一的双电机4驱，以及21英寸最大轮圈和265的最大胎宽，还有2.3巴的最低标准胎压，再加上方盒子造型，可以想象的风阻系数啊！纵然它有全场最大的80度3元锂电池包，也依旧无法挽回定局。请期待奇迹的兄弟们啊，多看看国足吧，磨练磨练，哪有那么多奇迹呀？高速一驶，埃卡尔就表现出了我本不是凡人的气质，仅仅18公里，表显驱动电耗便来到了34.6度每百公里，是驱动电耗呀，朋友们。最终，埃卡维尔3在行驶了210.6公里后，驾驶员反映动力受限，给我发个充电站，我这踩不上去了。此时电量剩余5%，表显剩余续航25公里。我们根据表显消耗里程和消耗电量与实际行驶里程计算，它的低温高速续航达成率仅为44.2%，电耗高达36.88度每百公里。如果按照高速充电价格啊，每度1.5块到2块这个区间，
当前92油价为7.7块的话，那折算成油耗就是约100公里7.2到9.6个油啊，起码冬天在高速上开啊，它是真不省钱。下一位收工的是本场标称 CLTC 第2高的银河 E5，由于无法坚持到下个服务区和下一个出口，所以他选择从保定出口驶离高速去充电。下一个出口是保定19公里，再远一点的就太远了。驶离高速前呢，行驶了243.2公里，剩余电量4%，表显剩余里程20公里。哎，等下啊，我得替兄弟们问一句，你这节数有的电量是5%，有的剩4%，哎，据我所知后边还有能跑到0%的，这不公平啊！别急啊，兄弟们，咱们这里主要是根据表显消耗里程和表显消耗电量与实际行驶里程计算达成率和电耗啊，这2个数据不管你是跑到95%还是98%，实际上是不太影响的。那最后的里程数对比啊，咱们统一一个电量节点，这样会好一些。最终计算银河低温高速续航达成率啊为47.7%，不过计算电耗的话，它就勃然而起了。由于它是全场60度最小的电池包，23.77度每百公里的电耗啊，全场最低。另外呢，这辆银河 E5 限时免费选装了19英寸的轮胎，轮毂样式呢也由18英寸的灵动轮毂限免升级成了19英寸的旋风轮毂啊。不过经与客服咨询啊，对方表示并不会对续航里程产生影响。继续往下看，接下来了事儿的是艾昂威霸王龙，它一直行驶到电量0%，表显剩余4公里时，开始维持不住120的时速。结束了，艾昂结束了，踩不到120了。此时累计行驶了254公里，计算得出呢，达成率为49.2%，电耗为24.68。接下来就是宝骏云海和名爵 ES5 了，它俩里程数差不多。宝骏云海在表显剩余里程低于20公里后，续航便不再显示了，同时迎来动力受限。那我们以电量4%，表显20公里为节点，此时行驶了260.1公里。但由于它标称 CLTC 最高，达成率的话，只沦落到和埃卡尔 VR3同在44折那桌吃饭了。这就是提前喊出我很大，你要忍一下的坏处啊，提高了预期。而且巧合的是啊，去年我们全程120且满载的极限高速续航中，30款纯电车达成率没上5折的唯2选手就是宝骏云朵和埃卡尔03。哎，这不就传承上了吗？把唾弃的恋爱拦上了。计算电耗的话，它是25.54度每百公里。还要提一嘴的是，驾驶员反映啊，它10%电量以后会掉得很快。宝骏这个电量低于10%之后掉的非常的严重。至于为什么最后时段掉电快啊，也许您会在稍后的城市趴窝续航中找到些蛛丝马迹。最后是名爵 ES5， 和埃卡尔 VR3正好相反，它和银河 E5 一样，整备质量最低，同时它胎宽最窄，以及和宝骏云海一样的最小尺寸轮胎，而且它一直跑到了电量和剩余续航双零，同时动力也开始受限。此时累计行驶了260.9公里，达成率49.7%，差一点就上5折了，全场最高。计算电耗为23.84度每百公里，惜败银河 E5。关于名爵 ES5 啊，还有2件事得跟观众们交代一下。一个是满电出发时啊，表显522会比标称差出去3公里。不过这也是上汽的老传统了啊，不管是我们原来测过的智己 LS6 快充只能充到96%，还是智己 L6 快充满电后啊表显少4公里，反正都会在这块闹出点幺蛾子。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和 P-Box 核对表显速度差异的时候，名爵差值最高。P-Box 显示120的时候啊，表显是125啊，不过可接受。和智己 L6 P-Box 显示120，表显131比起来还是进步不少的。而且续航过程中啊，咱也没惯着，还是要跟上车队一起跑的。好了，战况咱们展示完了，该说高速续航里程数对比了。毕竟现在各车的结束点不同啊，有的车能跑到双零，有的车因为担心前方充电问题啊，要提早就得下道。那我们根据各车结束时的数据啊，算出各车每1%电量的高速行驶里程，然后推算出各车95%电量的里程数做对比。因为最早完活的埃卡尔 VR3啊，就是95%电量结束的，而且这样呢，确实是各位在实际用车中啊更为常见的情况毕竟少有人真敢在高速上跑到电量为0再去想辙充电。对其95%电量里程后啊，排名就有了变化，宝骏云海跑得最远。而银河 E5 的里程无限接近了埃昂威，埃卡尔依旧是收尾。好了，高速续航就到此了。通过我们这2期纯电高速续航测试下来啊，
如果想把电量尽量在高速上跑干啊，确实是个难题啊。最后的低电量阶段呢，各车要密切关注还能不能跑到前方服务区，还得让跟随在工作车上的同事啊，实时查看前方多远能有下交口，以及附近有没有充电站。所以呢，我们也决定下次的纯电高速续航测试中啊，均以95%的电量为节点，给到大家数据啊，这样可能会更好一些，也算是干中学了。然后上一期小米极越等4车高速续航测试中啊，有网友弹幕就说了，测续航不跑到趴窝，你测尼玛呢？啊，好，高速上我们是真不敢跑趴，但是鉴于这位兄弟话说的是礼貌又真诚，又考虑到这期的几个车标称续航又不是特别高，咱就来一次城市趴窝续航，不就是推车吗？干！ 1, 2, 1, 2, kick it。结果我们还是小瞧了这几位，虽然标称都只有500-600公里啊，我们还是从东方泛白机上班的时候跑到了深更半夜机上班的时候，各车设置均不变，气温为零下3度到70度，通过环路、主辅路以及各种联络线交替行驶，将平均车速保持在40公里每小时以下。没想到这一下黑马就出现了，埃卡 V23 逆风翻盘啊！咱们挨个说，首先到达剩余续航和剩余电量双零的选手是银河 E5啊，双零里程389.1公里，唯一双零时没到400的。而第二个双零的选手啊，居然是标称续航最长的宝骏云海，行驶了410.6公里，在300公里节点时啊，它的剩余续航和电量还是5车最多呢，后程掉电就特别快啊！你们猜是因为啥？一会儿就有答案了。埃昂威霸王龙呢，第3个双零，此时累计行驶了414公里。下一位就是本环节黑马埃卡 V23了，居然挺到了第4，双零时行驶了432公里，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平均车速一降啊，表现立马不一样。而名爵 ES5 坚持到了最后，在436.7公里时才达成双零。不过事情到此还没完，下面我们准备迎来趴窝阶段，开始推车。第一个趴窝的选手依然是银河 E5， 趴窝了。在双零后他又跑了9.8公里，累计里程398.9公里，依旧没超过400。城市趴窝续航达成率只有75.3%，里程和达成率2项最低。开推，来活了，推车。你说多卷吧，多卷，推车都在卷，你们这个行业也卷呐。第二位趴窝的是埃昂威霸王龙，在双零后啊，他又跑了13公里，累计里程427公里，比银河 E5 多跑了30公里吧，达成率是82.1%。推车。接下来名爵 ES5 也迎来了疲软时刻，最晚双零的他只在双零后跑了6.7公里，累计里程443.4%，达成率是84.5%。名爵 ES5 可是真舍得咔咔往外掏啊！高速续航里，他双零后才开始限制动力，城区续航啊也基本都把能力留在了双零前，所以名爵车主一定要在电量低了以后早做打算啊！毕竟外边推车啊可比屋里推车费劲多了。下一位趴窝的就是埃卡尔 V23了，他在双零后呢又跑了19.1公里，累计里程是451.1公里，比上一位晚趴了近8公里。但是鉴于他标称 CLTC 只有501公里，所以达成率来到了恐怖的90%啊，相当可以了。推车。篮球千里与你婵娟，天涯海角我都不能忘啊！那最后趴窝的竟然是第二个双零的宝骏云海。原因是双零后他又跑出去了52.4公里，双零后保留这么多的确实第一回见，50多公里啊，你这可够那什么那什么节的跑半箱油了吧？这可能就是为什么高速和城区续航中啊，宝骏云海都在最后阶段掉电很快的原因。不过他在双零后啊，动力限制的也很厉害，空调暖风也是早罢工。我现在空调已经没有热风了，吹的是冷风啊，就这么硬生生的跑到了半夜啊。摄像老师说啊，那个我得回家了，把摄像机留给你们，到时候你们自己拍吧啊。所以您看到的这次推车画面是我自己用手机拍的。等他趴窝的时候，摄影师都回家了，然后我们只能自个儿录了。最后他的累计行驶里程是463公里，
跑得最长的一位，但他激进的标程续航啊，使得它的达成率只有77.2%，仅在银河E5之上。最后呢，我们根据电池包大小和趴窝里程计算出趴窝能耗，依旧还是埃卡尔 VR3 最高，18.1度每百公里，其次就是银河E5了，15.1度每百公里。这次它没能像高速续航那样在电耗上翻盘。另外的3位啊，都干进了15大关，名爵 ES5 能耗最低。好了，兄弟们，续航咱就干完了，不知道那位态度谦逊又诚恳的兄弟啊是否满意？希望以后有条件的话，咱多干一干城市趴窝续航。比较遗憾啊，来到智驾环节，今天的15万级别局啊，就剩下宝骏云海的独角戏了。首先，名爵 ES5 和银河 E5啊，率先退出群聊。这2位的智驾上限啊，目前也就停留在了 LCC 的水平。剩下的 INV 霸王龙啊，人家确实具备高速和城区的高阶智驾功能，也能记忆泊车，但要上到17万起步带激光雷达的版本，它显然超出了本区预算。至于埃卡尔 VR3啊，虽然这辆车花1万块选装了科技舒适套装，理应拥有高速领航辅助和记忆泊车功能，但是不好意思，您得等 OTA。最后呢，就只有宝骏云海在这个级别全系标配了高速领航辅助、城市记忆领航辅助和记忆泊车。它搭载的是来自大疆的灵眸智驾 2.0 Max 系统，关键是啊，它的算力只有32 TOPS， 所以呢，我们也非常好奇它的表现到底是惊喜还是惊吓啊！我给您剧透一下，都有。哇，太激进了我！哎呦我！高速工况相对简单，咱们快速概括啊。概括形容就是够用中带着点惊险刺激。比如开启高速领航辅助之后，宝骏云海会优先选择快速车道，识别到前方过慢啊，会伴随着语音提示开始并线，不是个墨迹的主，甚至还能果断加速并线，超越前方慢车。一脚油门并线，老司机啊！这就比踩着刹车玩并线的祖宗们啊强多了。除此之外，自主驶入匝道以及在弯中的能力也还不错。对于前车的变线动作，一般情况下也能做出减速避让。但是注意啊，但是来了，也有不一般的情况。比如这次面对前方即将并线的车辆啊，没有采取一脚大力降速，而是顶了上去。他没有判断出来这个前车有侵入的风险。不过这样是好还是坏，还得您来评定。我觉得啊，有路权就强硬点也没问题。当然，缺点就是驾驶员裤裆湿了一块。除此之外啊，还有点玄乎的，比如这次差点追尾变道。哇塞，迷之操作要往人家屁股上顶。还有这次的左右摇摆变道。哇塞，右后有车，右后有车。哎呀，吓死我了。总之，面对高速工况，能力还可以，就是在车多的时候啊，偶尔会给你掀起点小波澜。那来到车更多、路况更复杂的程序工况，会不会更波澜呢？咱们继续看。先说明一下啊，宝骏云海的此项功能叫城市记忆领航辅助，就是说啊，它要先人工驾驶录入一遍路线，和记忆泊车差不多。本次的测试路线呢，大概10个月以前，我们用理想 L6 和问界 M7 同样跑过。咱今天就看看宝骏云海的身手。首先零针起手，云海就来了个前车过慢，直接变道。前车过慢，即将变道。超过2位3大妈，你说说你们这几位能埋怨别人这么叫你们吗？紧接着来到路口，成功识别红灯，刹车利落干脆，绿灯一亮呢，起步就走。不说多猛吧，甩开隔壁大妈玩一样，还往右并超了3大妈之一。后边刺激的来了，首先呢，在前方右转处有点磨叽，这个右转有点慢。还左打方向压了实线，往哪儿走？压线了，这很蛋疼啊！如果说这可能是为了躲避右侧人群，但接下来的几次方向调整就属于没事找乐了。哇塞，哇，这叫一鲁莽，快是真快，虎也是真虎。好，在车里逼死我是吧？给你看看什么叫虎，摇人啊！随即前方一辆奔驰探出了头，宝骏云海没有丝毫减速动作，电光火石之间，旅程怂了。哎呦我！这次还逼死我不？踏实坐车里得了你就。接下来人车相安无事，前方带转呢也能跟住前车，但神操作又来了。注意看啊，前方左转准备绿灯放行，云海在特斯拉后边蠢欲动调整方向，绿灯一亮，云海直接掰了出去。一时间把旅程也给干迷糊了，嘟嘟囔塞也不知道说什么，硬生生干出了陈印泉的废话文学。我靠，这
哎，我继续走走停停，在学院桥下，宝骏云海又来了一次无故的幽灵刹车，惨遭后车滴滴。迷之刹车有点，哇塞，被后车滴了，完了还别了一下特斯拉。海儿啊，怎么回事？咱是眼里揉不得特斯拉吗？你怎么专挑特斯拉惹呀？不过随后云海还是值得表扬的，面对前方2个 B 并排压车的情况，还能主动变道寻找出路，最终突围。继续向前，在遇到前方作业车时啊，云海和前方车辆都没有机会汇入左侧车道，但注意看，前方那辆黑车直接从入口就驶出了。我瞎想啊，如果端到端都学习这种模型，并且路上所有车都开智驾，那场景应该挺热闹的吧？言归正传，下面就是地狱难度关卡了。拥有司机迷魂阵之称的西直门立交桥，云海首先顺利驶出，要走错，要走错。随后犹犹豫豫地选错了路线，完了，走错了，我介入了啊！不过问界 M7和理想 i6之前也都在西直门立交桥走错了，中间岔路，中间岔路，智能驾驶即将退出，这才是对的。那就放过海儿吧。继续往前，最后一个难点啊是左转 U 型弯。上次测理想和问界的时候啊，理想直接退出了 NOA， 要求人工接管，而问界通过了。这次云海也没怂，顺利通过。掉头，走你的，走。总的来说啊，我觉得云海的智驾还不错。不错嘛，我感觉好几次我都快吓尿了。你放在这个价位下来看啊，就不错了吧？上期价位更高的小米和极越惊险的时候不是也有吗？也对，如果你要追求全程零接管，它可能不能让你那么省心。适宜的路段适当开启，确实能辅助你缓解疲劳。我们对现阶段的所有智驾都还是这个观点：辅助驾驶，适当开启。除非你真心大到任由它在路上磨叽或者鲁莽，否则你可能更累。那好了，咱们继续看记忆泊车。这次的地点依然是拥有亚洲最大停车场称号的汇聚购物中心停车场，并且我们人为设计了4个障碍关卡。第一个关卡是同向车道障碍车叠加对向来车。只见云海和我们的工作车互不相让，且不断试探。再算。哎，哇塞，算出来了啊！一番僵持，云海选择狭路相逢勇者胜，成功挤了过去。张老师在退，别退。张老师怂了有点。张老师你怎么往后退了？真顶啊，他是真顶啊。对，不顶。张老师要不退他可能也能慢慢蹭过去，我觉得。经过2个直角弯之后，云海和一辆威马迎来了一个头对头。正当我们打算人工接管让路的时候啊，他竟然自己倒车让行了。哎，我靠！自己退了。哇，喜出望外。都说祸不单行，刚刚让走威马没几步啊，又遇到了一辆社会车。不过这次云海很强硬的顶了上去，没有让的意思。过不去，这肯定过不去。最终我们人工接管选择让行。我猜云海是这么想的啊，小样，我让威马是我怕他也给我带走啊，毕竟他已经下了牌桌了。你一个丰田，我怕你啥？错车之后，车道内遗落的购物车对于云海来说啊，显得有些小儿科了，轻松绕行成功，还行哈。哎，非常果断。一个 S 弯之后，下一个关卡是水马合围窄口，这窄口一点也不窄啊。哇塞，即便如此也差点撞上，有点粗线条。最后一个人为关卡是推车小汉横穿。云海虽然最后选择了让行，但也快顶到行人大腿根了，确实猛。最后宝骏云海顺利泊入目标车位。这波操作，兄弟们可以给几分呢？可以。关于云海智驾的几趴下来啊，惊喜中带着惊吓。我总结几个关键词啊，有性价比、够用、粗线条和凶猛。对于生活平淡、下班停到车位啊还要抽根烟再回家的中年人啊，可能还能给你带来点刺激感。相比很多车型价格更高，且高阶智驾还是期货，宝骏云海搭载的大疆这套方案啊，已经是属实不错了。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车企在走低成本的纯视觉方案，希望在高阶智驾这一块早日实现科技平权。来到基础性能测试，但咱们这次啊换个套路出牌，先看麋鹿测试，因为这部分惊喜很大。下面请看 VCR， 它就是一台运动性轿车，非常的夸张，有点类似于比如说宝马的
M240。究竟是谁能获得车手如此之高的评价呢？答案竟然是 iCar VR3，又是一个万万没想到。麋鹿测试过程中，它的底盘调教展现出了大厂风采，整体性很强，悬架支撑也十分坚挺。车头在转向的同时对准行进路线，车尾跟随性同样一流。加之懂事的 ESP 系统，可以在恰当的时机提供恰到好处的制动力，帮助车辆能以高达81.8公里每小时的车速完成测试。测试前本以为它的成绩肯定垫底，结果人家位列第一，可以说比绝大部分的 SUV 都要运动。另外还有一个细节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发现 VR3的2个前轮有着比较明显的车轮腹外倾角，也就是那8字儿。经常看 F1 的朋友对这种造型应该并不陌生。这么设定的好处是可以提升车辆过弯时轮胎的接地面积，进而提升过弯能力。这也就怪不得人家麋鹿成绩这么好了啊！感觉工程师是奔着轨道车的标准去造的这辆车。排名第2的是银河 E5，麋鹿最高通过车速是80.2公里每小时，成绩上紧追 iCar VR3，但底盘调教却风格迥异，比较跟手的一种舒适性的调教的一种车辆。紧急避让过程中，虽然悬架支撑不算强，导致侧倾偏大，但 ESP 系统的增益效果显著。在 B 区时的大力制动帮助车辆明显降速，同时良好的轮胎抓地力也功不可没。剩下的3台车最终成绩都比较接近，也都没能突破80大关。它们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 ESP 系统的工作质量，那是一辆不如一辆。按照成绩由高到低来看，首先是埃昂 V 霸王龙，最终成绩被定格在78.3公里每小时。虽然它的车身响应总是会慢上半拍，但真正制约它成绩进一步提升的是毫无时间观念的 ESP 系统，它经常性的过晚介入，导致车辆在 B 区出口推头推的无法进入 C 区。11次测试中，仅有3次 ESP 准时到岗打卡上班。名爵 ES5 的 ESP 同样是介入时机太晚，快进入 C 库的这个末端的时候，进行一个右后轮的制动，会影响我进入 C 库，稍微比较挣扎。明明可以凭借自身硬实力丝滑通过，偏偏因为 ESP 这个猪队友的瞎捣乱，导致车辆非常挣扎才能进入 C 区。当摸透车辆 ESP 秉性之后车手最终做出了78.1公里每小时的成绩。最后是宝骏云海，它的 ESP 系统又会有什么出其不意的表现呢？这台车的 ESP 呢比较专注于前轮的制动，在驾驶过程中并没有感觉到后轮有太多的介入的程度，这也就会导致在较高速度避险时，车辆极易出现夸张的甩尾姿态，相当于很多车没有 ESP 的状态。在失控的边缘不断疯狂试探之后，车手最终做出了77.6公里每小时的有效成绩。最高时速的这个状态，绝大部分人是不可以操控这台车的。加速方面是银河 E5 开始雄起的环节，咱们先盘一下纸面数据。别看银河 E5 是单电机，但不管是功率还是扭矩都是全场最高，反映到成绩上也是没有任何意外。实测最快0百加速时间是7.62秒，全场最快；400米冲线时间是15.85秒，唯一一台做到了16秒以内。而后边的宝骏云海和 iCar VR3 杀得分外眼红，尽管一个是单电机前驱，另一个是双电机4驱，但账面数据却并没有拉开差距。破百时间更是站到了小数点后2位才分出胜负。iCar VR3 0百用时7.91秒，宝骏云海7.99秒。压线进入8秒大关。不过，宝骏云海的最佳加速成绩是在开启 ESP 状态下测得的。如果关掉 ESP 的话，它就会像庞麦郎的滑板鞋一样疯狂的打滑。从开启和关闭 ESP 的2条加速曲线可以看出，疯狂打滑这段时间加速度明显更小。而双电机4轮驱动的 iCar VR3 虽然没有起步打滑的烦恼，但赛程过半，大质量高风阻的 iCar VR3 疲态尽显。宝骏云海则在摆脱打滑束缚之后越战越勇，领先 iCar冲过400米终点线，还迎来了全场最高尾速。关于云海测试打滑连我们测试期间日常开车的时候 ESP 打开状态，红绿灯起步或者是拐弯的时候加速踏板踩的稍微多一些，都会出现轻微打滑的现象。我们怀疑它的轮胎是真不行这个到了制动环节咱们再验证。咱们继续看加速成绩 ，LV 和名爵 ES5 0百都是8秒以外的选手了。车外视角来看，两车确实过于闲庭信步，岁月静好了。加速曲线上看，前半程两车几乎步调一致，场面非常焦灼。后半程功率更高的霸王龙开始发力，最终以8.51秒的破百成绩战胜了名爵 ES5 的8.62秒。400米冲线时间，两车排名也没有变化，位列倒数1、2。
制动测试环节，咱们先看宝骏云海，它100公里每小时到0的实测最短制动距离是40.74米，是5辆车中唯一没能杀进40米的。6次平均制动距离是41.03米，这表现只能说是完成了反向打样。车重不轻不重，还配备有全场唯一的前双活塞浮动卡钳。为什么成绩如此之拉？我们推测这款阿特拉斯 A50 SUV 的轮胎或许是主因。翻看往期横评节目，也不难发现一个规律，就是配备了阿特拉斯轮胎的车制动成绩普遍都不理想。看完了最差的，再来看最强的。开场提到的群雄逐送那期横评中，银河星舰7制动成绩制霸全场的表现，各位应该还历历在目吧？本期的银河 E5 配备的轮胎就是和星舰7同款的固特异域城系列，并且还选装了235/50R19的尺寸，最终实测制动成绩达到了惊人的36.37米，6次平均制动距离是36.84米，轻松拿下双料冠军啊！夸一句 YYDS 不过分吧？制动成绩排名第2的是名爵 ES5， 它自重和银河 E5 相当，但215的胎宽却是全场最窄，最终做到了37.04米的最短制动距离和37.42米的平均制动距离。最后还剩下2位大体重选手，他俩的成绩谁会更好一些呢？答案是 iCar V23。尽管它肉大深沉，尽管配备的是主打静音耐磨的朝阳 RP76+，但依旧做出了37.48米的不俗成绩。6次平均成绩是38.11米。另外需要提一嘴，前面咱们提到过 V23 有比较明显的负外倾角，这会一定程度上增加轮胎内侧的磨损，所以提醒各位车主记得多加留意。说回制动，再来看埃昂威霸王龙化身40米线守门员啊，最终交出了39.39米的最短制动距离和39.79米的平均制动距离，表现非常一般。性能测试的最后，咱们再给兄弟们加点戏啊！飞坡，来看一看这几辆车的悬架表现。原因是这样的，不管是路政 OTA 事件，还是短视频里，大家对于看飞坡热情都很高。既然兄弟们爱看，那我们也是一直想做。一方面，我们想是不是能够造一个坡，固定变量；另一方面是想飞坡的同时，能够采集一些什么有效数据来分析。但遗憾的是，目前还在推进，所以这次咱们先来一个飞坡 beta 版本。如果有不严谨的地方啊，还望各位见谅。这次我们在一条封闭道路找到了一个坑，对于悬架来说啊，飞坡和踩坑本质是一样的，都可以看作是一种激励。重点在于之后的悬架表现是什么样的。开测之前先简单交代一下啊，各车驾驶模式均保持和续航测试相同的状态，测试车速以 P-Box 为准，保持在大约65公里每小时左右，这样表显车速就可以接近70，以此来模拟日常驾驶在城市快速路上的场景。测试之后，我们发现5辆车主要是后轴的跳动差异较大，名爵 ES5 它是本场唯一没有出现轮胎离地的， LV 霸王龙是单侧后轮胎出现了离地，其余3车均是双后轮腾空。其实轮胎离不离地啊，主要是看减震器的拉伸阻尼是否够大，如果够大，就能像名爵 ES5 那样将车身拉住，避免腾空。下面我们再看落地之后对震动控制的表现。名爵 ES5 因为本身2个后轮就没有离地，它在车身被弹起之后，仅用了1个震荡周期，也就是压缩一下再回弹一下，这么一下一上就基本控制住了车身。而其他4辆车基本上都是需要2个震荡周期才能控制住车身，有的车甚至是忽忽悠悠才停下来。如果不能很快的控制住车身，会让人感觉后轴不稳，抓地不牢，操控性能下降。仅从这个小坑来看，名爵 ES5 的震动幅值小且收敛快，相对更优一些。终于到了空间配置加车机了，又到了我的配音啊沦为少有人在意的 BGM 环节。有没有直接空降到这儿的兄弟请扣个1。这期呢我们暂别瑶瑶请来了小冬瓜，而且这数九隆冬的天气啊，要是还在户外拍，恐怕我们和小姐姐都得大棉袄2棉裤的穿着了。为了让兄弟们依旧感觉到温暖，这次节目组特意把本环节安排在了摄影棚。点个赞，咱们正式看。座舱空间上啊，5车的前后排坐垫长度其实没有质的区别，座椅填充的软硬支撑也都控制的比较好。不过在前排座椅调到统一的标准位置后，后排乘客腿部空间就有差别了。名爵 ES5 和宝骏云海啊差不多一个档，没给小冬瓜的大长腿发挥太大的空间。更好的一档是银河 E5 和 iCar V23，相较起来啊就松快了不少。而 LV 这边阔绰到了独一档，
可以让小冬瓜轻松翘起二郎腿。而且 LV 还是这5车里唯二可调后排椅背角度的车，可调角度比银河 E5 更可观。137度的大仰角啊，可以让小冬瓜靠得更舒适。我让你靠，让你靠，别开枪，自己人。还要提一嘴，这5款车其实都是正经的5座车，后排中间都能合法坐人。但埃卡威尔3其实特别勉强，不光没有独立头枕啊，小冬瓜还反应硌屁股。另外啊，随着车不再只是单纯的车，而是移动的家，连这个级别的车啊也都卷起来了，其中1大半都能实现大床布局。那咱就给绅士们啊加一段床戏。比如像埃卡威尔3这样，摘掉头枕的前排座椅可以和后排坐垫完美接壤，露营睡觉的时候能够完全展开身子。而 LV 更登峰造极，除了摘头枕，剩下的步骤都可以一键完成啊！你们说谁不喜欢全自动的呢？配合后排大仰角靠背，堪比主卧大床，小冬瓜直呼舒适。而宝骏云海就不能实现完全平摊，带个大鼓包，名爵更甚啊，都不能说是差点意思了，逼着小冬瓜把腿架这么高，能舒服吗？你们说？银河 E5 稍有遗憾，全场唯一的主驾头枕音响导致头枕无法摘除，只能在副驾侧形成一个单人床，一个人休息够用了，2个人的话可能得挤挤或者叠一叠。不过银河 E5 啊，又有全场唯一的自动腿托，给女王小憩一下也挺惬意。哎，你说这不是有病吗？我家里的床不比这些宽大舒适，还要什么车里有床啊？哎，那我问你啊，那家还比如家宽敞舒适呢，你为什么要去如家呀？我不去如家啊，我去全季。我的天哪！下面咱们再看5车的配置丰富度，这部分银河 E5 占据了绝对主动权。以前排座椅为例，除了刚才提到的头枕音响和副驾腿托，银河 E5 还是5车里唯一标配座椅按摩的。而 LV 除了加热通风能和银河 E5 看齐，座椅按摩啊则包含在了3000块钱的选装包里。再往后，名爵 ES5 不仅没有按摩，相比 LV 还减配了其中一个座椅通风。再次就是这款买的时候是顶配的埃凯威尔3，也就给了加热，通风按摩想选装都没戏。另外啊，它还缺少了仪表屏，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疙疙瘩瘩的火山岩，粗犷感遍布全车。大量经典风的实体键，金属质感的旋钮，手枪握感的门把手，航空机舱味道的头顶按钮，打开阅读灯都想顺嘴说一句塔台请求起飞。总之内饰整个看下来就是在告诉你我很硬。最后是宝骏云海，指导价是相对最低，座椅功能那也真是素到家了，连副驾调节啊都是全场唯一手动的，而且我们这款还是车系顶配，看齐同级还得加2000块钱选装，所以配置丰富度上啊还是银河 E5 较优。对比这哥几个啊，还多出了 HUD、车外扬声器等一些细节配置。关于车机的语音交互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最近挺火的周杰伦的方向盘？打开方向盘加热，打开座椅加热，播放周杰伦的歌。即将播放周杰伦的方向盘。那这几个简单的指令啊，我们也试了试这几个车。打开方向盘加热，打开座椅加热，播放周杰伦的歌。其中银河 E5、名爵 ES5 表现优秀。您的车还不支持方向盘加热呢。爱车还没配置着，陪你一起听周杰伦的《我是如此相信》哦。不支持你的功能啊，能提醒你；支持的功能很快执行，可以说做到了件件有回应。LV 表现同样，只是反应稍慢。打开方向盘加热，打开座椅加热，播放周杰伦的歌。抱歉，暂不支持方向盘加热哦。好的，打开主驾座椅加热。再次之的就是埃卡威尔3了，指令下完，能干的我就给你干了，干不了的就偷偷算了。好的。哦，打开了，周杰伦的歌也播了。反正就不说我不行，这语音的小嘴啊，犟得跟内饰一样硬。不过更硬的还是宝骏云海了，一句 OK 没问题，是一个没执行。停了，没问题。也没放，啥也没弄，然后默默的把空调调高了，哎，这放在职场上也是个小能手。然后我们再来看后备箱装载能力，在座椅不放倒和不阻碍驾驶视野的前提下，名爵 ES5 和宝骏云海都能搁进2个24英寸、2个20英寸的旅行箱，还有一定余量。埃卡威尔3则侧着能塞下5个20英寸的旅行箱，银河 E5 和 LV 则都搁下2大3小，共5个旅行箱。另外，这5款车的后备箱下方多多少少都能玩点魔术空间，谁能更巧妙的利用？咱们放一颗粉嫩的桃花试试，高度约1.2米，结果吧，
名爵 ES5和宝骏云海一看就不行，IMV 还差点意思，银河 E5 基本就算成功了，最后还得看 iCarVR3 接近完美。除此之外啊，我们的编辑老师还给各位安排了小冬瓜找私房钱的环节，为的就是体现谁的座舱储物空间更丰富。您主要看画面，我给您简要说。结论其实就是 IMV 名爵 ES5、宝骏云海储物空间较为常规，但银河 E5 在后排座椅下方啊有一个比较新颖的抽屉，而 iCarVR3 就更厉害了，不仅前排俩座椅下面有不常规的抽屉，中央杯架和中央扶手箱里也带有夹层设计，甚至尾门内侧还留了个小密室。编辑老师的意思啊是好意，但我还得提醒他一句啊，别藏私房钱，你太小瞧媳妇儿的能力了。你就是藏裤衩子里，也照样能给你找到。电动车一通折腾下来啊，得充电了。这次充电部分我们放的比较靠后，这5辆车啊都是400伏平台，大家可能也不会有太高的期待。本来趴窝续航之后测充电最合适，但在当时的这个充电站充了几辆车之后，发现都没能跑出理想的功率。然后我们隔天又再次将车辆都跑到了电量为0或者是不显示，在第三方180千瓦桩上啊单装单车进行充电，以保证不被分流。除了 iCarVR3 和名爵 ES5 官方没有重点宣传快充技术，其余3辆车都是有体现的。银河 E5 充电倍率 1.8C 同级第一，宝骏云海2C 快充同级领先。IMV 最夸张，3C 快充号称400伏平台能干出800伏的体验。那到底如何呢？咱直接看5车充电功率曲线。很明显，除了宝骏云海之外的4个车的充电功率都在刚开局就直接杀进了高效快充区间，其中 IMV 有些波动起伏。综合看起来，这哥几个的走位从低到高依次是 iCarVR3、名爵 ES5、IMV 和银河 E5。至于宝骏云海，虽然开始阶段功率攀升的相对较慢，但在 SOC 30%左右强势发力，把充电功率拉到了大约110千瓦的水平，逆转颓势，最终也成就了本次充电测试的峰值王112.8千瓦。以及 SOC 70%左右的最晚功率转折点，其余4车的峰值功率 IMV 和银河比较接近，再低一档的就是 iCarVR3 和名爵 ES5 了。看来这2位在充电方面宣传上沉默也是有原因的。反映到充电时间上， iCarVR3 要用83分钟灌满80多度大电池，而宝骏云海电池包第2大，接近70度，却用时最短，仅需要55分钟。如果只看咱们日常接触最多的 SOC 30%到80%的数据，时间排名和全程大差不差，而且各自时间也基本和官方公布的数据符合，都算是400伏平台比较理想的快充表现了。当然了，如果抛开电池大小，光比时间有点耍流氓，那咱们带入实际充电量来比5车的平均充电功率，可以看出，无论是全程还是 SOC 30%到80%的阶段，都是宝骏云海领先， iCarVR3 最拉。这里我们得重点提一下 IMV， 它可是高调公布过首次把碳化硅技术用在了400伏平台，常用充电区间比同级友商整整快8分钟。而且我们也确实在网上看到过 IMV 在超充桩和超快充桩上的逆天表现，充电电流轻松达到450安。首先肯定人家确实是有这个能力，那为什么这次没能把另外几个车干趴呢？主要还是受限于充电环境。在400伏平台下，想要充电功率更高，就需要有更大的电流。但咱们身边更常见的充电桩啊，多数还是遵循2015国标，将充电桩的电流限制在了250安。而且有不少高功率超充站，其实用的还是10多瓦枪分流的群充设备。所以想要达到官方理想的充电速率，其实并不容易。节目来到最后，咱们来点纯主观的啊，就是这5辆车，假如自己选，你会选哪辆？我选银河 E5。为什么？就是首先这5辆车啊，我都开着感受了一下，个人感觉银河 E5 相对更好开，而且车机更好用啊，整个内饰也是我相对更喜欢的，对吧？这些都是日常感知比较强的，而且基础性能上呢，它表现的也不错啊。如果智驾这一块再有提高，就更好了。我选 iCarVR3。我猜你就会选它。首先啊，它有颜值有个性，你开出去不会沦为路人甲。另外啊，麋鹿测试的成绩也算是意外惊喜，操控好的车还是很对我胃口的。
虽然高速续航确实算短板，但人家那长板也确实够长。OK， 那咱俩选完啊，接下来交给兄弟们10秒钟，请把你们的选择打在公屏上。兄弟们先选着，咱们下次再见。